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来讲一下王者的祭典番外篇的故事。这里是紫苑镇，紫苑代表紫色，高贵的颜色。这天，赤野带着可拉可拉来到了紫苑镇，然可拉可拉却因为携带着过重的骨头棒而摔倒在地上。小赤赶紧上前询问，他想将可拉可拉收回到精灵球里，毕竟离最上一层的墓地还有一段距离。听到这些关切的话语，可拉可拉扑到了小赤的怀中。小赤非常能理解，毕竟他的妈妈嘎啦嘎啦被火箭队杀害还不到2个月，这个幼小的孩子身上承受了太多。他固执地拿着妈留下来骨头棒，但这个骨头棒对于年幼的他来说未免还是有些吃力了。这个时候突然一只野生的嘎啦嘎啦出现，对小赤发动了攻击，他的眼里满是对人类的愤恨。这时可拉可拉突然挣脱了小赤，看起来他和这只嘎啦嘎啦认识。小赤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，在野生的嘎啦嘎啦带领下，小赤见到了嘎啦嘎啦们的巢穴。然这里却因为火箭的破坏，早就已经不具备巢穴的基本功能了。这时可拉可拉仿佛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他带着嘎啦嘎啦来到了曾经的育婴室。看到这熟悉的地方，可拉可拉顿时就想到了自己的母亲，眼里尽是凄凉。小赤不禁询问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可拉可拉表示，因为和我们在一起了，所以不需要家了。看到可拉可拉眼神的变化，小赤明白这个家伙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。终于来到可拉可拉妈妈的墓地，小赤告诉他，火箭队已经被打败了，可拉可拉会和我一起走下去，我一定不会抛弃他的。说罢便让可拉可拉双手合十，闭上眼默念自己想说的话。而这个时候可拉可拉母亲的灵魂出现了，她轻轻地抚摸着可拉可拉的额头，随后消失了。而当可拉可拉这边回过神来，面前的鼓棒发生了变化，随后便出现了让赤都感到惊讶的一幕。可拉可拉拿到鼓棒后就进化了，简直就像是从他母亲那得到了力量一般。小赤调侃道，这根骨头棒变大了呢，不过还是做遗物的这根更大一些。随后又郑重说道，你的母亲一定很强吧，她一定是想着一定要保护你。随后小赤还不禁发出感叹，无论面对怎样的孤独与痛苦，都具有克服他们的力量，这一定是从出生的瞬间就拥有的妈妈的力量。悟出这个道理后的赤野，这天就给自己的老妈打了个电话。电话中小赤的妈妈非常惊讶，自己的儿子竟然打电话过来了，真是难得，有啥事啊？小赤这边我就是打个电话问问。经过一番简单的唠家常后，小赤突然郑重地说了声谢谢你，这让赤野的妈妈听得一脸懵逼。挂断电话后，小赤这边一脸不好意思，好久没这么说了，要是像平常那样说还比较好。说完之后是一脸轻松，他打算带着自己的宝可梦一起去下一个城市，而嘎啦嘎啦也对这个伤心之地做了最后的道别。虽然非常寂寞，不过没关系，你已经不用再担心了。好了，王者祭典漫画到此结束，下期什么时候更呢？要看原著大大什么时候画了，1年1更呢，够等的。好，我是阿皮，咱们下期神奇宝贝特别篇见。